从1万米的高空掉下来，如果没有降落伞的话，还有没有存活的可能？那其实来说，飞机应该是现在最安全的交通工具了。单2024年，全世界所有的航班就超过了3600多万架次。那算起来的话，相当于每天都有10到13万个飞机在天上飞行。但就算是世界上最安全的交通工具，如果想把它的事故控制到0，那也是不可能的。那一般来说，航空事故的严重程度要看飞机是在哪个飞行阶段，比如起飞、爬升、巡航、下降或者着陆。但让你想不到的是，最容易造成重大事故的阶段不是起飞，也不是降落，而是我们认为最安全的巡航阶段，也就是飞到了最高处的时候。所以根据处理航空事故的数据网站来看，飞机的坠毁信息从1950年到2010年，差不多有16%的空难都发生在巡航高度在1万米左右的时候。那在这些事故里，差不多有一半的乘客都会遇难。但神奇的是，有人可以在没有任何的保护或者降落伞的条件下，从1万米的高空被甩出机舱，还能生还。大家好，今天聊从飞机上掉下来是什么感觉。在1972年1月26号，一架编号为367的客机在捷克斯帕洛克的上空突然就解体了。那后来根据斯帕洛克的调查委员会官方发布的记录来看，这次事故的主要原因是恐怖分子在飞机的货舱里安装了一颗炸弹。那当时的飞机上一共有6名机组人员和22名乘客。那巧的是在爆炸的时候，飞机的高度也是在1万米左右巡航。这也是为什么最开始所有的人都会觉得飞机上的人员应该全部遇难了。但神奇的是，有一个客舱的乘务员叫维斯纳，竟然从坠毁的飞机上存活了下来。那据说他能生还是因为叠加了所有的幸运 buff。那首先在爆炸的时候，维斯纳就被困在飞机的残骸里，幸运1这部分残骸在下落的时候就像树叶一样随风摇摆，有效地减缓了下坠的速度。那幸运2，它坠落的地方是一片树林，那这些大树再一次的减轻了撞击的力度。但就算这么幸运，维斯纳还是受了不轻的伤，这其中就包括颅骨骨折、双脚骨折，还有3处脊椎骨折。那幸运3，在空难发生的45分钟之后，救援队就赶到了现场，并且紧急的给他做了输血，才没有造成失血过多。也就是因为这些幸运加在一起，才让维斯纳变成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在没有降落伞的情况下，从1万米的高空坠落，最后还活了下来。但不幸的是在手术阶段，他的下半身一直都处于瘫痪的状态。等到完全康复能走了之后维斯纳就又回到了航空公司，甚至在面对采访的时候，他还表示想要继续的在天空飞行。那这个不是因为他不害怕上一次的空难，主要是他对这一次的坠机事件完全的没有记忆了。那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从1万米的高空掉下来都需要经历什么。那首先，飞机在1万米的高空巡航，那这个高度的空气密度和阻力相对地面来说就非常的小了，可以让飞机消耗更少的燃料高速飞行。那其次就是发动机产生推力，它是需要氧气参与燃烧才行的。但如果这个高度超过了1万米，氧气浓度就会变得非常低，所以才说这个高度是空气阻力最小跟氧气浓度还能满足引擎燃烧的一个平衡点。那除了这些，还有一点，1万米的大气压差不多是0.26个，只有地面的1/4。那因为气压低，氧气浓度也就非常低。虽然发动机可以正常的工作，但人在这个高度上就没有办法了。再加上高空的温度一般都在-50度左右，就很有可能让人在几秒内就出现缺氧或者昏迷的状态，失去意识。而今天的主角维斯纳应该是在爆炸的时候，他被甩到机舱外就直接缺氧昏迷了，并且在自由落体的这个阶段里，因为重力加速度和空气稀薄的关系，下落的速度就会非常的快，甚至比跳楼还要快。但是随着下降的速度越来越快，空气的阻力也就变得越来越大，最后会稳定在一个极限的速度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终端速度。但如果在下落的时候大头朝下，那就扑街了，因为人的自由落体速度是每小时300公里左右，从1万米的高空落到地面差不多需要3分钟。当高度下降到6700米的左右，空气中的氧气浓度就会慢慢的升上来。那如果幸运的话，是有可能在这个高度中恢复意识的。但维斯纳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对这个事儿一点记忆都没有，这就证明了
他应该是一直都处于在昏迷状态。当然，如果能在这个高度下恢复意识，并且还有一点跳伞常识的话，就应该从垂直下落的姿势变成飞腹式的下落姿势，也就是面部朝下，四肢张开，摆出一个大的样子。那据说这样就可以增加空气的阻力，把自由落体的速度下降到每小时200公里左右。那一般到了这个阶段，距离地面的时间应该还有2分钟左右。那这个时候就要想办法去找一个能提供缓冲的区域了，因为所有在高空坠落存活下来的人，基本都是掉在了树林里、灌木丛或者是积雪里，那这些都能很好的起到缓冲作用。那相反，比如像大海或者江河什么的，这种看着比较柔软的液体，它们却没有办法在瞬间的变形吸收冲击力，所以就跟直接掉在地上是没有太大区别的。那当高度下降到600米左右的时候，距离着陆可能就只剩下不到2秒的时间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啊，你就只能做一件事了，那就是祈祷。所以啊，经历过这些来说，还不如一直昏迷来得好，是吧？那除了这些，还有一个报告是1963年美国联邦航空局发布的，它大概的意思是，人在降落的瞬间应该双脚并拢，膝盖紧贴，脚后跟抬起来，这样可以降低受伤的风险。那如果是掉在水里的话，就应该让身体保持笔直的姿态，脚先入水。那这个姿势可以让下半身承载更强的冲击力，保护大脑受到最小的伤害。那最后，如果能在1万米的高空自由落体还活了下来，那首先应该做的就是去寻找救援。那当然了，根据调查来看，空难发生的概率只有0.0009%。那所以不需要恐慌，也不需要焦虑，更不需要害怕坐飞机。